2025年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走马上任，给俄乌战争的局势带来了新的变数。早在2023年5月，特朗普就曾在媒体面前公开承诺，在他正式就任总统后的24小时内，俄乌战争将彻底结束。然而截止到今天，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在他上任当天签署的80多项决议中，没有一项和俄乌战争有关。特朗普任命的乌克兰事务特使，现年80岁的美国退役将军基斯·凯洛格，在被媒体问到何时结束俄乌战争时，他提到了一个新的目标：100天结束俄乌战争。虽然100天听上去也不是太实际，但比起天方夜谭般的24小时，总归是要现实一些的。而这也给了我们一些讨论的空间。那么，特朗普政府能够在100天内结束俄乌战争吗？这场即将进入第4年的战争到底将走向何方？在研究特朗普的俄乌政策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过去的3年底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更远的顿巴斯战争我们就不说了，直接从2022年开始说起。2022年2月24日清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虽然其中的大部分都没打中，但显然为俄罗斯地面部队的推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在几个星期的闪电进攻中，俄军控制了乌克兰的大片地区。在北部战线上，俄军前线距离基辅市中心也就是10几公里的距离，东北部的哈尔科夫遭到入侵，乌克兰军队和俄军在城内打起了巷战。乌克兰南部远至赫尔松地区的大片领土以及重要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都被俄军占领。然而，俄军的进攻矛头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几乎在所有地方，俄军遭到了乌克兰军队的强烈抵抗，并且面临着严重的后勤和士气问题。而在短暂的观望过后，欧洲各国尽管态度不一，但也纷纷施以援手，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民间的帮助。大批的反坦克武器和弹药被送到乌克兰，给俄军的机械化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到了2022年10月，俄军被迫放弃了短期结束俄乌战争的野心，狼狈撤出了乌克兰北部基辅附近。第2个月，乌军又夺回了南部重要城市赫尔松。自那时起，俄罗斯的闪电进攻就变成了消耗战，地面上的主要战斗基本上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旷野和乡村中。在2年的时间里，俄军一步步向前推进，取得了少许的进展，但代价却是大量的部队损失。关于俄乌战争的伤亡，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不同的渠道也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在俄军这边，仅是有名有姓的民间报告就能统计出至少7万名阵亡的俄军士兵。目前外界对俄军伤亡人数的估计，即使是最保守的，也不会低于40万人。乌军这边的死亡人数可能认为和俄军数量相近。例如，《华尔街日报》就曾援引乌克兰的内部文件，宣称截止到2024年9月，俄乌战争已经造成了8万乌军阵亡，40万乌军受伤。经济学人的估计和这个数值接近。至于说俄罗斯国防部估计的100万伤亡，大家看个乐子就好，没必要和绍伊古较真。因此呢，两边加起来，我们可以说这场战争至少已经造成了100万军人的伤亡。而根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说法，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乌克兰至少有12000平民死亡，28000多的平民受伤。死亡的1万多人中，绝大多数都丧命于各种爆炸性武器，例如各式炮弹、火箭弹和滑翔炸弹等等。而俄罗斯那边截止到2024年底，大约有400平民死亡。即使是不考虑俄军每天的空袭以及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破坏及乌克兰资源的窃取等等，单从以上这些伤亡数据，我们就不难看出，不论普京再怎么宣称他的大俄罗斯帝国和乌克兰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这份仇恨恐怕几十年内都不会轻易磨灭。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大可以去看看以色列周边的局势，就不难得到问题的答案了。那么特朗普有什么底气来支持他在100天内结束战争呢？2025年1月22日，我们的知名社交媒体达人特朗普先生在他自己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宣布，他宣称俄罗斯的经济正在衰退，如果俄罗斯选择继续俄乌战争，就要对俄罗斯的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对其加强制裁。而在2024年年底，特朗普向记者透露，为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的条件，除了解除俄罗斯制裁以外，还包括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推迟20年。特朗普的副总统万斯也在采访中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现有分界线将成为一个长达1290公里的非军事区，以防止俄罗斯再次入侵。
万斯还表示，根据该计划，乌克兰必须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其中包括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部分地区。不过，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先生似乎忽略了几个小小的问题。首先，我们从经济制裁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过去的3年里，欧美对俄罗斯实施了大批制裁，如果制裁有用的话，俄罗斯早就投降了。俄罗斯央行在海外的几乎所有资产都被欧美冻结或控制，许多与俄罗斯政府打交道的寡头，即使是没有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也被列入了制裁名单之中。例如这个叫伊戈尔·马卡洛夫的俄罗斯商人。2022年9月26日，这位马卡洛夫先生被英国列入了制裁名单里。他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做生意赚到的大部分财产都被英国冻结了，因此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私人飞机，乘坐联航飞到意大利休假。而与他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几十个这样的寡头。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其打击范围不可谓不广，力度呢也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呢？诚然，这些寡头是不敢公开支持战争，他们的家人也一样，但他们的生意在俄罗斯，他们也不敢公开反对普京啊。上一个跳出来大骂普京的俄罗斯寡头已经飞机失事1年多了。那么，如果按特朗普的一贯做法，美国对进口的俄罗斯商品加征关税，是否有效呢？如果只是美国自己制裁，显然是无效的。特朗普先生动动手指就可以搜索出来，2024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只有区30多亿美元。如果加上欧盟，倒是会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2024年2月22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占欧盟进口份额从2022年初的 9.5% 下跌到了2023年12月的 1.9%， 贸易逆差从186亿欧元的峰值跌到了8亿欧元。对于欧盟来说，俄罗斯的各种商品和服务中最具有吸引力的恐怕就是石油和天然气了。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量大幅下跌，从总进口量的 28% 下跌到2023年第4季度的 3%。目前欧盟基本上实现了俄罗斯原油的清零指标，但俄罗斯天然气交易仍有一定的规模。根据欧盟的计划，预计在2027年才能完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然而问题又来了，由于七国集团对能源价格飙升的恐惧，其石油禁令是存在漏洞的，而印度成功利用了这些漏洞，通过影子油轮这种游离在灰色地带的工具，海运大量的俄罗斯原油，在印度本地进行加工后卖回欧洲去。截止到2024年年底，印度已经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欧洲最大的燃料供应国，而阿联酋、土耳其等国也不甘落后，大量购买俄罗斯原油，并将初级加工过的石油产品卖回给欧盟。这样一来，成品油中有多少原产于俄罗斯，恐怕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能看出，要想真正削弱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对俄罗斯的国内经济重拳出击，美国必须和欧洲通力合作，加强执行七国集团的石油禁令，逐步淘汰欧美市场上的俄罗斯化石燃料，而且应该禁止从印度、土耳其和阿联酋等第三国的炼油厂进口石油产品，这样才能达到普京的软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的领土问题。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乌克兰接近 20% 的领土，其中包括整个克里米亚半岛、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南部的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部分地区，总的占领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按照特朗普团队的方案，北约将暂时搁置乌克兰的加入进程，并给予俄罗斯一些制裁减轻，以换取其参与和平谈判。在谈判桌上，乌克兰的10万平方公里领土都将永久割让给俄罗斯。然而2024年12月26日，普京在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推迟加入北约满足不了他的野心。虽然他不知道特朗普计划的内容细节，但前总统拜登早在2021年就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推迟乌克兰加入北约20年，以及在乌克兰部署英国和欧洲维和部队的建议，完全是特朗普团队的一厢情愿。那么在领土问题上，乌克兰的态度又是什么呢？此前，泽连斯基曾强调，要达成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括废除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吞并，将俄乌边境恢复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然而，在付出了数十万伤亡之后，退出所有已占领领土，等同于让普京承认战争失败。一旦达成这样的协议，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当场就会把普京政府生吞活剥。实际上，泽连斯基那边的立场在2024年也出现了动摇。泽连斯基的诉求变成了把乌克兰纳入北约的保护，再通过外交手段收回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虽然北约成员国保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度是不可逆转的，但由于乌克兰正在与俄罗斯交战，此时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会自动触发北约第5条款，也就是说，乌克兰加入北约意味着所有北约成员国都自动与俄罗斯交战。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俄罗斯一度拒绝谈判。
考虑到加入北约实际上是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而泽连斯基政府只有在安全问题上不会轻易妥协。这也就意味着乌克兰也许会暂缓加入北约的进程，但欧美各国必须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或者为乌克兰提供所有必要的自卫工具，就像是以色列或者韩国那样。另外，乌克兰加入北约还有其他的一些阻碍因素，例如北约成员国斯洛伐克，其总理罗伯特·菲科就和普京来往甚密，不但破坏了欧盟和北约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公开宣称乌克兰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完全受到美国的影响和控制。从某种意义上，他说的确实没错，但问题是乌克兰并不是没有亲俄过，完全受到俄罗斯影响和控制的乌克兰，其结果大家也看到了。本质上来说，大俄罗斯主义根本不跟你讲斯拉夫兄弟情，在莫斯科的某些人形生物的眼里，地球上只有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帝国。综上所述，如果特朗普政府强迫乌克兰割让领土，并且不给予乌克兰任何安全保证，那么俄罗斯必然会欣然接受这个条件。至于制裁不制裁，这个条件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但这样一来，不要说乌克兰不会同意，这样的条件等同于承认美国的失败。考虑到特朗普的执政思想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样的条件也是美国和欧洲不能接受的。至于泽连斯基呼吁的向乌克兰派遣20万维和部队，俄罗斯就更不可能接受了。摆在特朗普政府面前的是一团死局，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任何进展。除了上述客观因素以外，特朗普本人的劣迹也让我们很难相信俄乌战争能在他的调停之下很快结束。特朗普的上一任期就是以空口白话和信口雌黄著称的，他提出的许多议题从来都没有真正完成过。举例来说，他没有完全修建所谓的边境隔离墙，更别说强迫墨西哥为修墙买单了。他也没有消除美国的预算赤字，在他任期的前3年里，美国联邦负债增加了 15%。他也没有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建立他所谓的永久和平，不然也不会有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出现。他甚至没有做到废除或取代奥巴马医改。回过头来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特朗普除了在媒体上频频刷屏语出惊人以外，在政绩方面似乎相当平庸。这位年近80的美国最老总统到底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仍然有待观察。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虽然他常常说没有人比他更懂，但很显然普京并不在他懂的范围内。根据媒体报道，以色列艾尔比特系统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约6000万美元的合同，将为北约提供多层次反无人机系统，合同的执行期为3年。根据该公司官网声明，提供的主要系统代号为 Rejoin。与常规反无人机系统不同， Rejoin 结合了全天候智能雷达、信号情报感测器、电子战反制措施与光电日夜筹载设备，可实现强化的整合空中图像与精确的电子攻击能力。此外，其还具备模块化多传感器、多任务特性，可快速侦测、识别、定位与追踪多架敌方无人机，并进行有效瘫痪。且无论是在城乡以及各种天气条件下都能够有效运行，并支持固定与机动配置，可安装于车辆平台上，以提升作战灵活性。而且该系统还搭载有先进的直管系统，能进行全面的任务管理。最为关键的是 Rejoin 还具有极大的便捷性，士兵可在20分钟内完成部署。总而言之，这款系统的操作门槛低，适用范围广，能够对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除本次合约外，艾尔比特系统公司还曾于2023年与荷兰陆军签署了一份价值5500万美元的合同，供应类似的反无人机系统，并进行全面整合及操作培训作业。据福布斯报道，美国新创公司 VRR 推出了一款开创性系统，代号为地狱蜂巢，只需要一个改装过的纸箱，再搭配上智能软件，就能成为部署大规模无人机的发射基地。值得一提的是， VRR 公司本身并不生产无人机，但是却凭借着全息战士智能软件和蝙蝠模式无人机作战技术，获得了美国国防部多份合同。其中全息战士软件结合有 3D 模型与地图显示功能，即使在视线受阻时也能避开障碍物并锁定目标。而蝙蝠模式则能够让无人机挂在电线、树枝等物体上，该功能不仅能够将无人机的续航时间延长至10倍以上，还能够隐藏无人机位置，随时监控目标或发动攻击。而且该公司还在研发自动充电功能，在理论层面已经能够让无人机无限期驻守，不过在实战层面的可行性目前尚未透露详细信息。
至于地狱蜂巢系统，按照该公司的说法，最初版本只是一个装有隔板的箱子，不过凭借着全息战士软件，其能够使无人机还在箱内时就提前进行编程，设定好发射时间、飞行路径，并避免彼此碰撞。此前，无论是乌军还是美军，在发射攻击型无人机时，都需要技术人员手动检查，确保电池电量充足，挂载弹药正确，然后再逐一发射。如今使用地狱蜂巢系统，不仅能够同时储存几十上百架无人机，还能够通过智能软件远程启动，根本无需工作人员在场。而且该系统还可安装在车辆上，组成机动打击单位，也能预先部署等待指令。因此，从战术角度来讲，地狱蜂巢系统已足以改变现代无人机的运用方式。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亚美尼亚外交部长阿拉拉特·米尔佐扬于1月14日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了美国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战略合作协议。布林肯当天表示，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将为两国拓展双边合作提供了框架，其涉及经济、安全与国防、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布林肯和米尔佐扬还共同提到，美国与亚美尼亚将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开展合作。此外，亚美尼亚表示有意加入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而在前一天，俄罗斯总统网站13日刚发布消息说，俄总统普京17日将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并签署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只不过火力军并不看好俄伊之间的合作，即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也不会像朝鲜一样进行深度绑定。可以肯定的是，俄伊之间有绑定需求。俄罗斯经过3年的战争，极大消耗其经济和军事资源。面对乌克兰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压力与日俱增。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开始加强与伊朗、朝鲜的合作。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大批沙赫德136无人机及其生产线，还向俄罗斯转运了数百枚短程弹道导弹。而伊朗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巴沙尔政权倒台后，伊朗构建的抵抗之湖岌岌可危。面对美以的压力，伊朗迫切需要一个稳定且强大的后盾。若能像朝鲜那样与俄罗斯深度捆绑，就解决了安全上的后顾之忧，伊朗也就有精力腾出手来干别的。但需求归需求，俄罗斯和伊朗或许并不愿意进行深度绑定。对俄罗斯而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台后，一直寻求通过重启伊核谈判来改善与北约国家的关系，俄罗斯自然不敢过分亲近。而且，若是与伊朗深度绑定，伊朗的安全倒是有保障了。但问题是，伊朗是否能回馈给俄罗斯同等价值的东西？对伊朗而言，与俄罗斯深度绑定，伊朗等于彻底站到了北约的对立面，重启伊核谈判、解除制裁就基本上没希望了。这并不是佩泽西奇扬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说，即便俄罗斯将与伊朗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但也只是有限联盟，而非深度绑定。干员们，在最近一轮更新中，三角洲行动指挥中心为星陨赛季添加了全新的职业装备。经过我们一致决定，将为突击类干员增加高爆榴弹发射器，为支援类干员增加烟雾发射器。同时，新干员已经来到指挥中心完成报道。阿列克谢·彼得罗夫，代号 Sinava。据调查，阿列克谢在贫困中长大，在文学和音乐中找到了慰藉。入伍后，他在 EOD 任务中表现出色，获得了无数表彰。退伍后，他上了大学，在那里遇到了他的未婚妻，但他却在一次恐怖袭击中不幸丧生。他加入了阿尔法小队，担任训练新兵的教官。GTI 成立后，他入伍，并于2035年被派往阿萨拉。阿列克谢·彼得罗夫是一名工程师，他能装备一件可减少子弹和爆炸伤害的重型背心，并部署一个可伸缩盾牌，以提供全身保护。盾牌猛击可以击倒敌人或偏转敌人的投掷物。抓钩枪发射抓钩，将敌人或物品拉向你，可用于被击倒的角色。铁丝网投掷一枚手榴弹，撞击时会爆炸并部署铁丝网，经过的敌人会发出噪音并受到伤害。它的特性为未装备时，防爆盾的安装在您的背部，保护免受后方来袭的子弹的伤害。同时，为达成全新赛季的任务需求，指挥中心将为各干员提供更多常规武器：神射手步枪 S29、冲锋枪 QCQ171、轻机枪 QJB201。以及更多枪械配件 M870、M1014 霰弹枪快速装弹器、5.8新型45发扩容弹夹、高级热融合全息瞄准镜、高级热成像战斗瞄准镜、8倍高级热狙击瞄准镜等。
想必在全新赛季中，战斗会更加激烈，敌人的行动也会更加诡异。记住，不要藏在掩体里死守，以免被流弹一锅端。不要试图单独与 Sinova 正面交锋，它会让你处于绝对劣势。期待各位干员在全新赛季的英勇表现，我会在指挥中心等待你们凯旋归来。